望对于米哈游这个企业能够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很感兴趣，我在想看一下是什么样一些岗位，希望能够抽中奖，这是可以说的吗？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质量的把关者吧。玩法是否符合我们玩家的一个用户体验？有米就选米吧，俺也想来米哈游，俺也想来米哈游，俺也想来米哈游。现场玩过米哈游的游戏同学可以举手一下吗？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业务嘉宾给大家带来精彩的业务讲解。可以想一下，就是如果没有游戏测试的话，你的花火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可能会变成这样，对吧？太欢愉了，对吧？你有可能发现你的3月季跑起来的时候，甚至就是说，你可以在疯狂旋转手柄的时候呢，让你的主角在一些奇怪的场景里面跳街舞。这个呢其实是我们某一个项目某个版本的一个 bug 数据，6周的时间呢是产生了3000多条 bug。那其实数据量其实也是算比较惊人的，但是在这6周的一个周期之内呢，其实我们一共在开发了2775条需求。然后最终这个版本上线之后呢，线上一共是处理了48个线上问题。那也就是说，平均每一个需求都会产生1.18条 bug。那每当玩家发现一个问题呢，其实 QA 在背后已经帮你处理掉了剩下的68个问题。在这6周的时间啊，就我们平均每天就可能要处理掉109个 bug。游戏测试呢是被分为了功能测试跟专项测试，其中呢负责功能测试的同学，他会参与到游戏新制作的一些内容里面去。当然了，其实我们都是在一个很早的阶段就介入了。那测试过程呢是从设计到开发直至上线，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会通过各种工具和方法，全方位的去保障游戏的各个功能模块的一个正确性。而负责专项测试的同学呢，就会就游戏里面出现的一些掉帧、卡顿，然后发热发烫、设备兼容性问题，或者是闪退崩溃的一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通过一些自动化的一些技术手段，去保证玩家可以稳定的体验到我们制作的游戏内容。所以我们把游戏项目呢拆分成了几个层级来看，最底下的那一层呢叫引擎的底层功能，它主要是负责一些设备硬件、操作系统之间交互，或者说是提供一些物理引擎模块之类的一些底层基建服务。倒数第2层呢是客户端的底层，客户端底层呢它是不负责具体的游戏内容的，但游戏里表现出来的所有的内容的实现，它都是基于客户端底层功能来做的。那中间这一层呢是游戏各个模块的逻辑层，逻辑层主要是提供了各类的功能支持。最上层的呢，其实就是你平常可以最直观看到的内容，就是游戏的一个各个模块的数据层。举例来说啊，就是花火放的那个技能的实际效果，或者说是你每天做的每日任务，或者说是你的周本。那其实看起来很复杂，但大家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最底层的引擎功能呢，就约等于一间厨房。那么客户端功能呢，就相当于厨房里的各类厨具。上层的游戏逻辑呢，就像各种食材。而呈现在大家面前的呢，其实就是各类的食品。就像大家点外卖一样，玩家平常只会在乎你端上来的东西好不好吃。但实际上饭菜不好吃的原因呢，会有很多。那可能是因为食材不新鲜，也可能是因为你用了一个奇怪的菜谱，甚至说是你厨房漏雨了，这些都有可能会导致饭菜的味道不可口。我们实际工作中其实也是这样的，就越底层的问题呢，它的影响范围就会越大。那功能测试的同学呢，需要把从厨房到食材到食品的方方面面都保障到位，这样才能保证玩家可以体验到他们喜欢的内容，以及说我们提供给他们的内容。接下来呢，会举几个比较具体的例子，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平常到底是要测什么东西。首先，我们来看一个角色全生命流程的一个测试啊。那在这样的一个流程里啊，有没有同学可以来猜一下，我们测试是在哪一个环节入场的呢？在模型制作环节开始测试。猜的也太准了，也就是在模型环节啊。在模型同学把2D 的30图还原成3D 模型的时候呢，我们首先就需要去保证模型100%还原了原画。然后还原其实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点。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保证模型的各类的资源它是按照规范来制作的。那比如说一些资产的命名规范，或者说是资源的构成规范。那这些东西如果不按照规范呢，就可能会导致一些检查脚本或者是资源维护脚本失效。你可能在当版本是看不出来的，你过了几个版本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模型出现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问题。那在细节一点的内容呢，就是比如说模型有没有缝合或者镂空的地方，这个模型在不同的场景光照下，它是不是会有一些异常的表现？那同一个模型，它在以角色和 NPC 2种形式出现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不同？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这么早入场呢？大家可以想一想，就你的流萤啊，是你在2.3的版本才抽到的，但是你在2.0的版本呢，其实已经可以掏空它的钱包去买冰激凌了，对吧？
也就是说，其实你在前续的剧情里其实已经都见过它了。如果刘盈的模型有问题的话，我们越早发现问题，处理的成本就会越低。OK， 那说完了模型之后呢，我们再来说说动画。动画其实跟模型也类似啊，关注点大部分都是一些表现相关的一些问题，比如一个角色。如果是你关注一个角色动画的话，你可能大部分情况都是在关注它的一些战斗跟移动的一些表现，以及各种动画的衔接、各类状态机的条件是不是正确的。那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个例子，应该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大家可以看一看，看看有没有同学能看出其中的问题。声音和动画不同步，然后是那个动画是有延迟的，说明优化不太好。声音和动画不同步。感觉可能是这个 PPT 的问题。好像那个攻击的高度有问题吧？就是他站在楼梯下面的，但是他可以打到他。攻击的高度，这个其实是你在这个角度的一个视觉偏差，大家其实都观察的比较细致，但是漏了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啊，他枪脱手了。所以说我们在看动画问题的时候呢，很多时候都需要去逐帧去看。OK， 我们说完了动画呢，我们再来说说特效。特效相对于动画来说呢，会更复杂一些，因为它涉及到了更多的资源类型，导致在多端上可能会存在不同的一个表现。特效测试呢，其实主要关注的是不同类型资源的一个实际效果，包括它的播放、回收啊，各种特效层级，以及说各种特效脚本的一个生效情况。那可以来看看这个问题，很抽象，对吧？飞头蛮的花火。这个问题的原因呢，是花火头发的材质，它的 Deezer， 也就是它的渐影的这个效果和溶解的效果的 Clip 互斥功能失效了。其实也是在一个脚本上出现的一个问题。刚刚呢，给大家展示了一个角色上层测试的一个案例，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个关于战斗底层测试的一个案例，还是一个视频。这个视频里呢，也包含了一个逻辑问题，我会多放几遍，大家可以继续看看能不能发现其中的问题啊。就是第一遍显示它是头上3个点，应该是就是还有3个阶段。其实第一个阶段血刚打完，那个虫子就已经爆了。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刚刚这个同学说的一样啊，这个 BOSS 它其实是有3个阶段的。那策划其实在每一个阶段都配置了不同的技能、不同的方式来折磨大家。当然这边出现了一个问题，它在一个特定的情况下，这个 BOSS 会在1阶段结束的时候直接暴毙。这个问题呢是源自一个测试服的反馈。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是你收到了这样的反馈，你会从哪一个方面去入手来查这个问题呢？因为是测试服嘛，肯定有后台记录，你直接查它后台就行了。其实就是查 log， 对吧？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当时的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思路啊。首先呢，我们还是提取了玩家身上所有的 log， 所以在拿到 log 之后呢，我们首先就通过分析了不同功能的配置和代码。那剥离了各种逻辑在其中交织的一些可能性。那首先呢，我们先排除了角色本身的问题，然后呢，去排除了角色自己的光追仪器以及一部分魔女宇宙奇物的问题。接下来呢，我们就对所有的 buff 进行了2分，因为我们实在从逻辑里面看不出这些 buff 到底有什么问题。那我们2分了之后呢，就可以批量去测试玩家携带的一部分 buff， 那看看能不能复现这个问题。人工进行了 buff 组合尝试之外呢，我们还写了一些自动化的脚本，来便利所有的可能性。最终呢，我们是发现了这个问题的一个复现方式。首先，你得有这6个 buff 的等级不能错，获取的顺序也不能错。其次呢，你的队伍里得有一个冰属性的角色，你的队伍还得有能上护盾的能力。那接下来呢，就是虫群 BOSS 需要召唤自己的小弟，并且虫群 BOSS 当时本身自己的血量要小于1%。虫群 BOSS 的小弟去攻击你冰属性带盾的角色，并依次触发这几个 buff 的效果。最后通过这个 buff 其中的一个效果叫反震，把这个 BOSS 的血量从1%达到0%，然后这样你就可以绕过所有策划的刁难，把这个 BOSS 在1阶段进行一个击杀。实际上它还是一个程序底层的一个结算时序的一个问题。接下来带大家看一下具体到某一个角色、某一个技能，我们具体需要考虑到哪些测试点。那这个也是就是很多人可能听说过的，就是游戏的测试用例。那这个角色呢，肯定很多人都认识，真理医生义父，对吧？义父。真理医生的被动呢，简单来说就是满足一定条件之后，那队友和自己攻击敌方之后呢，真理医生会追加一段伤害。这个机制其实看起来挺简单的，对吧？但单考虑这个被动技能，大家觉得在测试的时候需要考虑到多少内容呢？这个是我们截取的一部分的测试用例的图，就单纯真理医生这个被动，这个扔粉笔头，其实就有超过40种逻辑，有上百种情况需要去测试。那前面说的呢，仅仅是真理医生天赋的一部分测试点。那除了天赋以外呢，真理医生跟其他角色一样嘛，它也有普攻、战技、终结技。那战斗外呢，还有秘技、3C 等等等等。
那按照这个思路拆分下来呢，真理医生其实我们一共有1000家的用例，也就是说有1000多种情况是需要去测试的。也正是因为游戏测试有这么多必要的工作，那才可以证明这个岗位它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是被大家低估的。好的，感谢我们的 TT 同学，谢谢。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第2位嘉宾。一般我们提到专项测试，其实会有很多覆盖，比如说像一些美术的资产的专项测试啊，一些安全性测试啊等等。那我们今天主要针对米哈游内部使用的比较多的专项测试，来给大家讲一下什么叫专项测试。那么首先就是我们的兼容性测试。那么兼容测试从名字上来看，就是实际上我们需要保证游戏在各个机型上它的兼容性都是 OK 的。对于兼容测试来说，我们主要有2部分啊。首先呢是 UI，UI 可能是我们兼容性测试是比较容易发现的一部分，但是也有一些特殊的 case。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兄弟很喜欢绝区0和铁道一起开，那偏偏有的手机设备呢它是支持这样的功能，那么它的铁道的 UI 它就烂掉了，可以在图上看得到。那么另外一个兼容性测试要注意的点呢，就是资产，因为资产是非常容易在不同的手机上出现不同的问题的。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面这张图，下面这张图其实是我们在一些特定的 GPU 下，当你手机去开了一些性能模式，某些 GPU 的渲染就被关闭了，然后就会出现像图中加拉赫这种非常诡异的现象。也有一些特殊的 case， 就是不同的机型会影响游戏的逻辑。那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其实排列的是我们一个兼容测试的机房啊，它覆盖了上百台设备。那我们需要在这么多设备上跑重复的内容，如果是人工操作的话，这需要非常巨额的人力成本，这就引发了我们下面要介绍的内容——自动化测试。那自动化测试实际上就是把人工测试中单一却重复有规律的内容提炼出来，通过自动化平台或者自动化脚本去实现自动化跑测的这样一个流程。那我们可以看到图里面是一个星铁场景下设备集群控制的一个自动化跑测。那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每个机器跑的呢都是相同的内容。其实我们只需要选择要跑的设备，然后一键发送跑测脚本，那所有的设备呢都会独立执行，然后独立去跑掉这个自动化。有了自动化测试呢，我们就可以用脚本让机器自动的装包、运行、跑测、收集数据、整合、分析、预警等等。那我们可以看到左边这个就是我们监控自动化设备的一个运行的平台，那么右边呢就是我们一次全量的自动化测试跑测的一个结果的展示。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每个版本都会产出非常多的新内容，但是比起新内容，老内容的维护呢，其实更让人头疼，因为我不能有了流萤，其实就忘了警员，对吧？那随着游戏内容的增加，旧功能也会越来越多，全量回归一次的消耗的成本呢就会越来越大，所以我们就需要自动化测试去帮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大家可以看一下这2张图，有同学能看出这2张图中有什么区别吗？就是右边的图，它相对左边来说，那个人物的描边更明显一些。这位同学说的非常准确啊，其实就是右边的这个角色的描边，明显和左边的角色不一样。那么这个角色其实是我们 1.5 版本上线的寒鸦，这个东西其实是我们自动化跑测的一个流程，叫 baseline。那我们其实每个版本呢，都会把我们角色啊、怪物啊、场景啊这些东西新做出来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上线版本的一个 baseline。那么后续版本呢，我们会通过一些图像识别技术等等一些特殊的算法，去把后续的版本的图像和上线版本的这样一个标准化的图像去进行比对。那这样呢，其实可以帮我们省去非常多的这样一个人工测试的时间。下一个专项测试的内容叫多平台测试，顾名思义，就是我们需要让我们的游戏在多个平台下都能稳定的运行。那游戏在制作的时候，就需要在技术实现层面以及资产制作层面，需要考虑平台的差异性。那么最后呢，给大家讲一下专项测试最重要的内容，也就是性能测试。那实际上对于我们性能测试呢，有3个大因素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那么首先就是帧率，那帧率呢是衡量一个应用的流畅度，越高的游戏帧率呢，会让我们画面的表现呢越流畅。那么第2点呢就是内存，内存是直接影响游戏生死的指标。当游戏内存过大的时候，比如说超过了一定安全的阈值，那我们的应用呢就会闪退崩溃，那你游戏就玩不了了。那第3点就是功耗，那功耗实际上就是耗电啊、发热呀，是功耗的一种表现。那么功耗是在一个有效的时间内，这个游戏体验的一个指标。那过高的功耗呢，会导致帧率的下降，所以功耗呢也是会影响游戏体验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为什么要来米哈游做测试呢？首先，你可以为标杆型的产品保驾护航，将会与顶尖的团队合作，参与设计到上线的一个全流程。
你可以更早的知道最新的玩法设计内容，那你将会参与到整个研发流程的规范整改，以此来提升团队协作的效率，为打造超一流的产品贡献出一份自己的力量。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同学加入呢？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丰富的游戏阅读量。那第二点就是扎实的计算机基本功。那么第三点就是培养软件测试的能力。最后就是我们良好的沟通和协作能力。米哈游是一个非常注重总结分享的地方，帮你尽快的成长成一个全能的选手。那最后我们的同学有谁可以讲一下，听完这场宣讲会你还有什么印象？就对这个岗位。今天听这个那2位学长的一个讲解，就觉得软件测试这个东西不仅说是对接于用户的一个最后的防线，而且就是说更需要说跟那些开发者之间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相互学习的过程。刚刚老师的讲解，我感觉收获特别多，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不是计算机专业的，然后我也不是深度玩家，但我对这个岗位很感兴趣，就是有没有什么可以给到的建议吗？首先，我们并没有说就是你一定要是深度玩家，或者是你要计算机科班，我们才会去选择你。就我们选择的话，首先还是会去看你的能力是不是跟我们的岗位是匹配的。那其次呢，还是看你对这份工作是不是有他自己本身的一个热忱在那边。然后刚刚其实也提到，就是我们招聘的一些条件，就包括像计算机基础，然后你的沟通能力，然后你的测试思维，以及说你的游戏的一个涉猎的一个程度。那这几点呢，其实你有一部分做得比较不错，其实就能证明你已经有很大一部分 match 到这个岗位上了。好的，今天那我们的宣讲会呢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了，谢谢大家，技术宅。